好，我们今天来聊一个有点意思的主题：残酷跟慈悲。这两个词感觉好像很清楚嘛，但真的是这样吗？对，这个界限有时候很模糊。您提供的资料里有位廖老师，他也谈慈悲，可是他的看法听起来跟我们平常想的好像很不一样是，他的观点蛮独特的。甚至会让人想，有时候我们看着自己关心的人，就是让他去犯错，让他去跌倒，经历失败，这难道也算是一种慈悲？这就是他观点里一个很核心的，甚至有点挑战性的地方。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智慧啊？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根据这些资料，深入来探讨一下这个有点矛盾的主题。好的，确实啊，廖老师的观点是从他自己的人生体悟来的。资料里有提到，他说：人不经磨难，永远不知天高地厚。这句话很重。对，还有像是没有亲自尝过，也不知人间冷暖。这其实就在暗示他认为，苦难本身它是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里面的。所以不是避开就好。不是，反而要去经历。那这就带出一个核心想法：如果说这个苦难是成长，甚至是觉醒的必经之路，必要的路。对，那如果我们刻意去阻止，不让别人经历这些苦难，那是不是反而阻碍了他们真正学习跟成长的机会？这样一说，这就是那个让其失败也是慈悲这个说法的来源。了解。然后资料还提到，廖老师他对慈悲是带有一种敬畏的。敬畏。对，敬畏，而且他把它连接到因果循环的真实性。这就显示他认为慈悲不是只是情感上的东西，更像是一种怎么说，顺应宇宙法则的智慧。就是理解每个行为自然有它的后果，你硬要去干预，反而可能打乱了那个自然的平衡。这把慈悲拉到一个很高的层次了。那我们来看看他对放下的解释。资料说，放下就是不强迫、不控制。这点直接挑战很多人性的本能吧。我们常常觉得，要帮忙，要替他安排好，这样才是关心呢。对，人之常情嘛。但廖老师却觉得这样做反而像揠苗助长，会妨碍对方成长。是的，阻碍了学习。您回想一下，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也有过那种出于关爱，但不知不觉介入太多的时候？可能都有过。那这种不强迫、不掌控的放下，或许才是一种真正尊重对方生命历程的慈悲。确实，这种所谓不干预的智慧，在他处理人际关系的建议里也看得到。比如说，比如资料提到，面对那种不讲理的人，他的建议是，要避免硬碰硬，就是直接跟他讲道理。对，直接讲道理，因为那样往往他说会体无完肤，两边都受伤。有道理。他反而推崇老子说的柔可克刚，用比较柔软的、持续的方式，像滴水穿石那样去化解，用时间去磨。对，更深一层的意思是，有时候不如把事情交给因果去处理，交给因果，就是让事情自然发展，看结果如何。自己呢，做个旁观者，可能还更明智。当个旁观者，这听起来第一时间会觉得有点残酷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但如果拉长时间看，这是不是反而给了对方一个空间，让他自己去面对那个后果，然后从里面去学习，甚至了结掉某些他该面对的因果？没错。这样看的话，那种不干预的残酷里面好像也藏着一种很深的慈悲。正是如此，这种让对方自己去面对后果的看法，其实也呼应了廖老师另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什么？就是苦难本身不全然是坏事，它甚至是成长必要的资粮。资粮，这个词很有意思。吃的资粮吗？对，滋养的滋，粮食的粮。资料里廖老师很强调，成就都来自主动买苦来吃。主动去买苦来吃。是的，他把那个苦难
看作是成长必须的养分，或者是本钱。那如果说成长真的需要我们主动去迎向挑战，去面对挫折，那过度的保护帮人家把所有障碍都扫掉，那是不是反而剥夺了他们累积这种资粮、获得真正成就的机会？哇，这个观点越来越挑战了。哎，接下来这个根据资料我看了，坦白说，让我非常惊讶，甚至有点难以理解。哪个部分？他说，人间的祈祷就是一种慈悲，然后括号里写放弃做人的权利，同意将肉身给别人用。这该怎么解读啊？这个例子确实非常独特，甚至可以说是有些极端了。对啊。它显示出廖老师对于慈悲的理解，可能已经进到一个一般人很难想象的层次，几乎是一种彻底无我的奉献了。虽然资料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让我们去深入探讨这句话的背景跟脉络，但光是这个例子本身就足以凸显他的慈悲观是挑战了我们对于自我牺牲，甚至是慈悲本身的很多既定看法。真的，这也提醒我们要理解他的观点，可能需要用更宏观，甚至更超脱一点的角度去看。好，那我们试着来梳理一下。综合刚刚讨论的这些资料来看，廖老师说的慈悲，好像不是我们一般想的那种单纯给予安逸，也不是什么事都跳下去帮忙处理。对，不是那种直接的介入。它更像是一种很深刻的智慧。首先要承认苦难有它的价值，是的，然后要尊重每个人的生命功课，还有他自己的因果，甚至有时候要选择一种表面看起来很残酷的放手，必要的放手，允许对方去经历、去学习、去成长。这个观点对您来说带来什么样的启发？在您的生活中，您会怎么重新去思考那个帮助跟放手之间的分寸？今天的讨论确实让我们看到慈悲的面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真的，它不总是那种温柔的、让人舒服的抚慰，有时候它也可能是带着智慧的，甚至是表面看起来有点残酷的决定。关键在智慧。对，这种智慧是根植于对生命法则还有个人成长路径的一种深刻的理解。关键也许就在于刚刚提到的那个不强迫、不控制的尊重。尊重。还有去理解苦难在一个人觉醒，还有去了解他自己因果过程中的那个必要的作用。好，那最后我们留给你一个问题啊，可以好好思考一下。如果说过度的保护跟干预真的会像芽苗助长一样，反而阻碍了我们所爱之人的成长。那么当他们真的面临挑战的时候，什么样的方式才是真正有智慧、有慈悲的支持呢？这中间的拿捏确实值得您细细思量哦。